大家敢相信吗？就在刚刚，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版图上，毫无预兆地砸下了一枚超级重磅炸弹。印尼财政部长竟然公开提议，要对所有通过马六甲海峡的商船征收过路费。这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的商业小摩擦，而是直接拿刀架在了东亚 70% 能源命脉的脖子上啊！要知道，对于把航运当饭吃，靠港口发家致富的新加坡来说，印尼这次极其危险的试探，简直就是直接踩断了狮城的生死线。印尼这位财长的底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他们是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中东，把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那套收费站模式当成了发家致富的教科书。大家想想看，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稍微一封锁，每桶原油强行收$1，一艘超大型油轮过境一次就得乖乖交出200万美元的买路钱。印尼人一看，眼睛都红了。全球2成的石油走霍尔木兹，但咱们东亚可是有整整7成的能源全靠马六甲海峡续命啊！印尼心里就不平衡了，既然我印尼拥有马六甲海峡最长的海岸线，凭什么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数钱数到手抽筋？印尼甚至天真的觉得，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疯狂变现，就是他们摆脱边缘国家地位，走向人生巅峰的绝佳武器。可是，这套如意算盘真的能在马六甲海峡打得响吗？为什么面对印尼如此强势的逼近，平时在国际舞台上一向长袖善舞、八面玲珑的新加坡，这次竟然连半点谈判的空间都不给，当场翻脸，死死画下红线？面对印尼这种极其危险的疯狂试探，新加坡外长维文第一时间就给出了极其冷峻、强硬到没有一丝商量余地的回复。新加坡绝不会，也永远不可能参与任何关闭航道或征收通行费的尝试。为什么新加坡这次的反应会这么大，这么激烈？因为对于这个面积只有区700多平方公里的城市国家来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UNCLOS， 根本不是什么轻飘飘可以随便扯皮的国际倡议，那是他们立国保命的绝对护身符啊！大家要知道，新加坡的贸易额可是高达他们 GDP 的惊人的 3.5 倍。马六甲海峡的绝对自由通航，是新加坡作为全球转运中心和炼油中心的命根子。一旦这条海峡真的开始收费，新加坡港口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高效优势，瞬间就会被高昂的吓人的物流成本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根据公约第3部分的明确规定，马六甲海峡属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所有的船只都享有不可剥夺的过境通行权。只要你是连续、快捷的通过，沿岸国绝对不能有任何妨碍，更别提设卡收买路钱了。除非你用了人家提供的领航或者救援服务。但说实话，印尼高层突然抛出这么一个荒诞到离谱的提议，真的是想打仗吗？并不是。他们其实是被国内极端恐怖的财政压力，硬生生逼入了绝望的生存模式。印尼政府为了兑现之前承诺的庞大免费营养餐等一系列国内福利政策，现在正面临着几百亿美元的巨大财政黑洞。当国内见底的预算和疯狂飙升的国际成本形成巨大的剪刀差时，一项原本只是为了填补国内赤字的无奈政策，就这样彻底失控，演变成了一只企图绑架全人类全球航运的恐怖黑天鹅。但印尼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眼馋的流口水的这笔过路费，实际上却是一杯见血封喉的致命毒药。印尼的算盘打得很精，但这背后却暴露出一个极其致命的信息差和战略大误判。他们居然把马六甲海峡直接等同于霍尔木兹海峡了，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其实啊，印尼海事界长期以来都憋着一股酸葡萄心理，他们看着每年几万艘超级货轮在新加坡停靠、加油、维修，那可是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啊，全被新加坡赚进了口袋。印尼人心里能不酸吗？为了把这笔巨款抢回来，印尼政府现在正拼了老命地扶持国有港口运营商，在靠近海峡深水区的杜麦疯狂开发大型国际转运枢纽，企图一举打破新加坡的垄断地位。所以
提议收过路费，其实就是印尼这种极度主权焦虑的极端大爆发。但是，把航道武器化，在马六甲是绝对行不通的，这是死路一条。有顶尖专家专门推演过，如果马六甲真的敢设卡收费，哪怕单次只收区几万美元，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也是毁天灭地的。首先，全球的供应链成本绝对会原地起飞，直接爆炸。马六甲可是承载着全球近1/4的航运量啊，哪怕是一丁点微小的税费，都会顺着极其复杂的多式联运系统，疯狂放大到你我购买的每一件终端消费品上，直接引爆全球大通胀。其次，这会逼迫那些超级巨轮疯狂改道。为了避税，那些超大型邮轮只能咬碎牙齿，绕行印尼南部的龙目海峡或者巽他海峡。这不仅在时间上要多走4-5天，燃油成本更是会像坐火箭一样飙升60%以上。最后，也是最要命的一点，国际保险费率会立刻暴涨到让人怀疑人生。只要海峡有一丝一毫不安定的风吹草动，国际保险巨头就会立刻重新评估风险，给全球贸易强行加上一笔极其沉重的隐形税收。可以说，印尼这简直是在拿全球经济的命脉开国际玩笑。而接下来新加坡的反击，更是教科书级别的降维大打击。新加坡看似是在苦口婆心、声泪俱下的保护全球自由贸易，但实际上呢，他们极其巧妙地利用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给印尼挖了一个万劫不复的超级外交陷阱。新加坡的那些顶尖外交精英们看得很透，维护公约的绝对权威，其实根本不是在帮别人，而是在保全印尼他们自己。这话听起来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有点反直觉？来，我们深度拆解一下。印尼之所以能够合法拥有跨越17000个岛屿的庞大领海，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岛之国，完全彻底归功于公约第4部分对群岛国地位的法律确认。大家要知道，在1982年公约签署之前，印尼各个岛屿之间的那片广阔水域，在国际法上其实都属于谁都可以来的公海。正是因为有了这部公约，印尼才凭空获得了超过300万平方公里的群岛水域和专属经济区。所以，新加坡的潜台词非常冰冷且极其清晰。如果印尼今天为了眼前那点可怜的财政赤字，强行破坏公约里关于过境通行权的规定，那就等同于你印尼亲手撕毁了整部公约。一旦公约失效，印尼也就瞬间丧失了要求其他国家尊重你群岛国主权的法理基础。到那个时候，中美等海军强国完全可以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连招呼都不用打，不需要任何许可，直接大摇大摆地穿行你的爪哇海，甚至直接插手印尼深海里那无尽的油气资源。印尼如果真的敢收了这笔过路费，那就无异于引狼入室，亲手锯断了自己正稳稳坐着的那根树枝啊！面对如此恐怖、足以亡国的代价，印尼高层瞬间惊出一身冷汗，彻底清醒了。邻里之间那层密不透风的默契，再次发挥了极其关键的降温作用。但是，大家以为这就结束了吗？这场风波的余震根本没有就此平息。当你把视角拉高，站在上帝视角俯瞰整个东南亚，你会震惊地发现，马六甲这个牌桌上早就挤满了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吃人的顶级玩家。印度的东进战略，还有泰国长期搁置的运河计划，都在死死盯着印尼的每一个微小失误，随时准备寻找致命的战略突破口。其实早在2025年底，新加坡就极其高调地正式对印度加入马六甲海峡巡逻机制表示了热烈赞赏。印度作为海峡西端的大国，他们60%的贸易和几乎100%的液化天然气，全都要从马六甲这里走。印度早就是事实上不可忽视的安全利益攸关方了。如果印尼真的敢在这里搞出乱子，印度那庞大的舰队绝对不会坐视不管，分分钟教你做人。而更具颠覆性、更加致命的是北边的泰国。泰国不仅是巡逻机制的成员，更是一直在暗流涌动地推动克拉地峡运河计划。过去，
这条运河因为造价实在是太高，经济回报太慢，被反复搁置，成了一个烂尾的大饼。可是，一旦印尼真的丧心病狂地把马六甲海峡变成了极其昂贵的收费站，泰国的运河计划瞬间就会具备极高的经济可行性。到那个时候，全球的资本都会像疯了一样涌向泰国去挖运河。一旦运河挖通，马六甲的航运地位将被直接抽干，彻底沦为死水一潭。印尼想要收过路费的冲动，不仅没能要挟到新加坡，反而差点给自己的死对头送上了一份惊天大礼，差点彻底掀翻整个东南亚的海权平衡。这简直是搬起石头，重重地砸了自己的脚啊！印尼企图以主权为名，行商业变现之实，但他们却严重低估了现代国际海洋秩序的残酷与互惠。新加坡在这场生死局中之所以能够完胜，靠的从来都不是什么坚船利炮，而是对底层法律逻辑的极致把控和降维打击。他们用最清醒的头脑，最冷酷的现实告诉印尼，规则从来都不是限制你的锁链，而是保护你合法地位的绝对基石。在如今这个充满极度不确定的地缘政治时代，大后方的财政稳定性往往决定了前方外交政策的理性。印尼这次的生存模式或许暂时消退了，暂时按兵不动了，但那种渴望利用地理位置变现的强烈冲动，依然是未来10年东南亚海权博弈中最大、最危险的一颗定时炸弹。对于狮城新加坡而言，死守公约就是死守国运，半步都退不得。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暗战里，法律是最坚硬的盾牌，而邻里之间理性的利益博弈，则是维持天平不倒的最后砝码。那么，看透了这场大国博弈的你，觉得马六甲海峡未来真的绝对安全吗？印尼下一次又会使出什么惊人招数呢？如果你也对东南亚这种硬核地缘博弈感兴趣，想看透更多国际新闻背后的底层逻辑，请务必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最真实、最犀利的看法。你认为谁才是马六甲海峡真正的幕后掌控者？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